在上一次乌克兰单方面破坏中企收购马达西奇之后，这一次甚至还要制裁中方企业，这对我国航发发展有什么影响呢？众所周知，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早在苏俄时期就是堪称百年老字号的航空动力巨头，在马达西奇公司的旗下也拥有相当多的拳头产品，比如说当下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安225上搭载的 D18 发动机就是出自马达西奇公司之手。马达西奇设计的发动机能够将600多吨的全球最大飞机送上蓝天，这也足以说明马达西奇在航发设计领域的确是有2把刷子。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收购马达西奇，那么就可以弥补一直以来我国在航空发动机研发上的短板，而马达西奇也同样可以利用我们雄厚的实力，解决科研资金短缺的相关问题。这本是一笔堪称双赢的交易。原本收购进程顺风顺水，并没有出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世事难料，在去年乌克兰总统换届之后，原本约定好的收购进程顿时竹篮打水，收购马达西奇的路程也就变得愈发艰难。由于这个属于乌克兰方面的单方面违约，我们也向相关的仲裁机构提出过诉讼，并且要求乌克兰向我们支付228亿的违约金。但是乌克兰并不认账，不仅如此，还变本加厉地实施了制裁，企图利用这种手段来封嘴。实际上，通过马达西奇公司成熟的产品与技术，有可能会对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未来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帮助。马达西奇公司优势产品，比如重型航空发动机与直升机发动机，凭借其成熟的技术，能够促进我国航空发动机在这些方面技术能力的提升。其次，与乌克兰能合作，不应仅限于技术层面。收购马达西奇不仅可以掌握马达西奇公司航空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对于整个产业链的流程与管理也同样重要。虎哥知道，有不少人都有些瞧不起马达西奇公司的航发技术，认为我们这就是冤大头，花高价买一些性能普通的航发不划算。这也不奇怪，毕竟不论是什么级别的航空发动机，马达西奇的技术在世界上都不是最先进的，甚至还有些落后。但是在虎哥看来，问题不能这样看。这些航发技术我国的确是可以研究出来，但是如果能够直接从马达西奇买到，那无疑能节省很多时间。时间就是钱买不来的东西。现在我们明显是缺时间远远超过缺钱，那么大的顺差不用掉也没啥用。买工厂回来还能增加国内就业和行业经验积累，不像直接买产品，那等于自己花钱帮别人养队伍。马达西奇搞了近100年发动机，它积累了很大数量的试验生产记录，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都还没有积累到位，拿过来也省了很多试验和试错的时间。一款发动机从立项到服役到稳定，哪怕是美的都要10来年，很多小分类发动机我们都没有。现在开始砸钱，那也是2030年后才能稳定装机使用。现在直接马达西奇买进来节约5、6年时间，更何况这里面还有不少技术我国是一片空白。军用的话，对于某些性能，比如省油的要求也没那么高。那么这样的一笔生意对我国来说就是划算的。所以对于收购马达西奇航空发动机公司，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意义重大。当然了，哪怕是意义重大，也还不至于到缺了马达西奇就不行的地步。这次马达西奇的单方面毁约，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无非就是某些细分类的航空发动机晚诞生几年而已。但是对于马达西奇自身来说，这无疑是个灭顶之灾，不但从此背上了老赖的帽子，甚至还会因为没有收入而破产。按照被制裁的这家公司之前同马达西奇签订的协议，如果说收购成功，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会有一大笔钱给马达西奇，用以维持科研经费等开销。这对于马达西奇来说，无疑就是久旱逢甘露的救命稻草。其实不用猜也能知道，这次乌克兰制裁中方企业的幕后，一定有美国作为直接的推手。一旦马达西奇被中国成功收购，
那么中国就拥有了制造和研发大型航空发动机的经验与基础，在航空发动机领域肯定会有相当大的突破，从而会挑战到美国的市场地位。美国并不想让中国用这种方式得到较为先进的航空发动机技术，所以就只能通过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来暗中作梗。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手段可能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影响无疑是深远的。